车祸失忆后，我失去了所有记忆，腿部也再没有知觉，连脸都变得陌生。是她，我的妻子，日夜不休地照顾着我。这些日子里，我唯一确定的就是对她的感激。我要去上班了，饭已经给你做好了，你中午热着吃就行。啊，路上小心。这30天来，我已经大致了解了过去的自己，似乎是个对书、电影、音乐都有所涉猎的人。妻子说，这些都是我曾经喜欢的东西，特意放在我能拿到的地方。她不是你妻子。你要小心。她不是你妻子，她不是你的妻子。现在跟你生活的那个女人，不是你的妻子，你要小心。是楼下邻居吗？这30天来，我除了跟妻子说过话，没有跟其他任何人交流过。楼下邻居的声音是我有记忆以来接触的第2个人，反正闲来无事。哇，还真有。要是失忆前的自己写的，虽然妻子也会告诉我一些过去的事情，但看自己的日记毕竟更加具体一些，也能了解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有一天，妻子想要点掉鼻子左侧的一颗痣，我却觉得没必要，纯属乱花钱。我曾在妻子生日的时候给她买过一双白色高跟鞋做礼物，可是因为不熟悉她的鞋码而买错了。妻子的脚是38码，我买的鞋根本不合脚，全都是36码。唯一例外都是36码，跟以前不一样，小了2个码。6月14号，她肚子越来越大，可现在已经9月了。如果她6月14号就已经怀着孩子，而且肚子明显变大，那么现在要么孩子已经出生，要么她应该挺着遮不住的大肚子。可现在这个家里没有孩子，她的小腹也平得可怕。她对我的照顾不像是要对我不利的样子，更何况如果她要带薪，又何必给我手机让我联系外界呢？等她回来，我可以问问她，说不定是我误会了。尝尝这个长鱼，大夫说多吃鱼对你恢复有好处。问还是不问，成了一个难题。如果我问了，他因为被识破而恼羞成怒，我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能怎么办？不，还是得问，否则接下来的日子绝对过不下去。你脸上的那颗痣呢？什么痣？啊，你是说以前这儿的那个？我去点掉了，看着顺眼多了吧？啊，点掉了？你不是说不点吗？后来我还是觉得点掉好看些，就去了。你原来的痣在哪里来着？我也忘了，那个大夫技术太好了，点完了以后让我抹了个药膏，没几天就看不见疤痕了。上次生日给你买的鞋，你想起什么了吗？没有，没想起什么，但就是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。好吧，那鞋还留着，怎么了？这双鞋是我买给你的礼物，你的脚是38码，所以穿不上这双鞋，对吧？这是你买给我的，不过我的脚是36码啊，你买错的这双才是38码。我不是穿不上，而是鞋太大了不合脚。什么？我们是不是有个孩子？是，我们是有个孩子。你孩子在哪儿？死了。当年你出车祸的时候，我已经快要生了。为了照顾变成植物人的你，我日夜守着，不敢闭眼休息，太累了又太害怕，结果还是没能保住孩子。更何况这些日子里，他对我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，
而我却因为楼下邻居的几句话就怀疑他，还在手头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逼问他，让他想起了如此痛苦的往事。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怪你。不过你失忆了，我只是想让你安心。不过你刚才问的这些，都是你自己想起来的吗？今天看书的时候，从书堆里发现了一本日记，上面好像记着过去的一些事情，我就随便翻了翻。是吗？听起来很有意思。我没有把楼下邻居的存在告诉妻子，是否因为我心中仍有怀疑？或许是吧，我还没有完全相信他。而且楼下的邻居也同样是个谜。我决定先搞清楚这个神秘邻居的事。又一遍撕心裂肺的脸部环绕，提醒着我身体的残破。今天我得找个机会去探探1楼的究竟。吃完饭我们下楼散散心吧，医生说多出去走走对你恢复有好处。好啊，正有此意。我撑得住，你别松手就好。放心，我抓得很紧。我愣住了，这扇残破的铁门让我猛然意识到一个此前被我抛在脑后的问题：1楼是没有住户的。昨天我第一次在家听到楼下的人声时，思维惯性让我认为那是楼下邻居发出的，我竟然忘了，这种老式小区从2楼开始才是住人的地方。1楼的房间从来都是整栋楼公用的储物间，不是这样。那地板下的声音又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什么人，或者是什么东西？散步差不多了吧，我们回家吧。要问问他吗？我心里纠结着，总感觉一旦问了关于1楼的问题，或许就会暴露什么，但不问的话，心里又总是不安。哎，对了，回来的时候我看到1楼那个大铁门，里面是什么啊？哦，那是大伙的储物间，以前好像是由楼长管理，不过前一阵子小区找了个物业公司，现在大概是由物业公司管理吧。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大概都是些公共的打扫用具吧。那我上班去了，你在家好好的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对他刚才的回答，我心里将信将疑。他真的不知道1楼的秘密吗？还是在刻意隐瞒什么？他还在说谎。盯着窗外，千万不要跟我说话。上次他告诉我日记的位置，我确实找到了。那这次他让我去看窗外，或许仍会发现什么。我住在2楼，他腿脚快，从楼上到楼下再出单元门，不到半分钟就够了。可我到床边时，路上一个人都没有，我还以为他已经走了。这短短10几米，他竟然花了10分钟，他在干嘛？妻子每天都会做好1整天的饭，方便我中午热热吃。他自己也会带一份去公司，他的这一份就装在一个饭盒包里，平时都是拎着去上班。可现在我看到他仅仅只背着自己的小包，没有饭盒包。妻子出门后，先去了楼下储物间，在里面待了10分钟，还把饭盒留在了里面。他在储物间养了一个人，一个女人，也就是楼下那个声音的来源。这个神秘女人大概正趁着妻子离开家门，但还没进入储物间的这短短10几秒的时间跟我说话。如果我主动向楼下说话时，妻子已经进入了储物室，
那我和这个神秘女人之间的交流就会被妻子发现。没错，这个人应该是被妻子饲养在储物该吃间，饭喽。而且由于某种原因无法离开，还在尽量避免我跟他之间的交流被妻子发现。他不断的给我提醒，告诉我目前的妻子有问题。储物室的女人，会不会才是我真正的妻子？你脸上的那颗痣呢？我去点掉了，看着顺眼多了吧？你原来的痣在哪里来着？我也忘了，不过我的脚是36码啊，你买错的这双才是38码。当年你出车祸的时候，我已经快要生了。为了照顾变成植物人的你，还是没能保住孩子。他说的那些，都只是一面之词，点痣的证据、摆高跟鞋的证明、流产的病历，什么都没有，全凭他一张嘴说。可储物室那个声音，却告诉我床头柜下有日记，我找到了。他还让我观察妻子离去的时间差，他甚至知道窗户和单元门朝向一致的房屋布局。他对这个家太了解了，他很有可能才是我真正的妻子。现在怎么办？无论怎样，只要报警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试。这不对，110怎么会无法接通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无法接通。这手机有问题。这30天来，我所有的对外联系都通过他。如果他在手机上做了手脚，那我能联系上的就只有他一个。我被困住了，我出不去。要一想到照顾了我这么久的女人不是我的妻子，而是一个别有所图的陌生人，我就感觉全身发冷。每天早上，他都会带我下楼散心，这是我唯一能离开这间房子的机会。如果说之前我报警只是想查清真相，那么现在我的目标就只剩下逃跑，必须活下去。他还没有对我采取不利行动，我也应该没有引起他的怀疑。恐惧解决不了问题，我能做的就是等待最合适的时机。他起床太早了，每次带我散步的时候，小区里几乎一个人都没有，就算偶尔有几个，也都是颤颤巍巍的老人，根本没法指望他们帮忙。不过我没有灰心，仍然等待着那个可以预测的时机。终于，时机到了。我有点冷了。天气确实凉了，那我们回去吧。我还想再转转，要不你回去帮我拿件衣服吧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可是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。没关系，这里有人，你回去拿衣服也就几步路，不会出事的。好，同志，同志，过来一下！我被一个女人困住了，她假装是我的妻子。我现在没法逃走，你现在赶紧推着我去警察局，我要去报警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你别愣着，没时间了，快推我走，事后我会好好答谢你，听见没有？啊，有什么事吗？那这样吧，待会儿我被带回去后，你帮我打个电话报个警，事后必有重谢，不会耽误你什么时间的。我住在3单元201。保安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，这位先生跟我闲聊了一下天气。哦，那打扰了。他会照我说的做吗？喂，我是。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
卖了我！我心里大致已经有数了。刚才保安跟你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重要的事，就说最近小区周围有些乱，要加强一些安保措施，让我们最近早晨没什么人的时候不要出门了。我知道，那个保安一定已经把我要报警的消息告诉了他。什么加强安保，都是借口。早晨没人的时候不要出门，这明摆着就是告诉我，以后不会再带我下楼了。不能这么继续下去了。虽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这个假扮妻子的女人没有对我下手，也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么，可我一定要离开这里，一定。楼下的人，你在吗？你现在相信我了吗？相信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我的妻子。她哭了，是因为我猜对了吗？你别哭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我现在要离开这里，然后会报警回来救你。可我没法联系外界，小区门口的保安跟那个冒充你的女人是一伙的，就算我下了楼也冲不出小区，我该怎么办？询问一个被困在储物室里的女人如何脱身，看起来可能很不聪明，但我的直觉认为她似乎知道什么办法，否则她不会一直诱导我发现真相。我自己没法离开，我自己也没法离开，可是你可以救我，然后我可以带你离开。什么意思？被绳子捆在这个储物室里，无法自己脱身，但我四肢还健全。只要你下来打开储物室，帮我解开绳子，我就可以背着你从小区后面爬栏杆离开，保安是看不到的。啊，对啊，这确实是个办法。但我没有储物室的钥匙，怎么办？那个住户是个不修边幅的老人，从来不打扫脚垫，钥匙应该还在那里。好。我们的孩子呢？一过来就知道了。难道被囚禁在储物室里面的不止妻子一个人，还有我的孩子？你出门要干什么？没想干什么，就想出去晒晒太阳。我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。这女人太可怕了，她到底想干什么？既然她已经知道我要出门，很难说她会不会回来阻止我。什么时候会回来？我得尽快。可麻烦在此时出现。我要从2楼下到1楼，就需要下一个不短的楼梯。可麻烦在此时出现。我要从2楼下到1楼，就需要下一个不短的楼梯。以往都是那个女人在后面推着轮椅，半自动就能下楼。现在我一个人，轮椅的辅助功能根本没法启动，开关在背面，我碰不到，怎么办？等其他住户路过？不行，说不定还没等到人，那女人就回来了。想来想去，唯一能下楼的办法，只有硬冲了。坏了，轮椅太重，我的手根本撑不住，没办法像想象中那样一点一点往下挪。在预料到即将摔下楼的时候，我用左手紧紧抓住了放在腿上的厨刀，情急之下抓住的是刀刃部分，这深深割伤了我的手，但我不能放手。这把刀可以割断捆住妻子的绳子，这是我和她逃走的唯一希望。你等一下，我这就过去，给你解开绳子。你终于来了。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大概
来每天出门后，他都在不知什么地方看着屏幕上的我，算计着什么。你是谁？你知道这是谁吗？这是我的妻子。不，这是林小梅。林小梅是谁？你最爱的人，你都不记得了？你的出轨对象，你为了他可着实付出了不少。那我妻子呢？在出车祸之前，你事业爱情双丰收，娶了和你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为妻。可妻子怀孕之后，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，就跟公司一个女秘书搞在了一起。这个女秘书就是刘小梅。你的妻子最初被蒙在鼓里，可天长日久，终究还是察觉了。那天他挺着大肚子，在公司楼下亲眼看见林小梅挽着你走出写字楼，他气不过，上来抄了一番。当着员工的面，你面子上过不去，就打了他一巴掌。从那之后，妻子就离开了家。他的父母早逝，只能一个人租房子生活。而你呢，根本没去找他，自己乐得逍遥，天天跟刘小梅寻欢作乐。出事那天，你刚和林小梅喝完酒，说要去 KTV 唱歌，手机响了，看见是他的来电，你就挂掉了，连一句话都没有。然后那场车祸就发生了，当时他已经临近预产期，独自在家做饭时突然大出血，那是他给你打的求救电话。他第一反应是向他爱过的男人求救，直到你挂了电话，他才想起打120。本来事情到此还可以挽救，120很快赶到了你妻子租的房子，把他抬上了救护车。没想到奔赴医院的途中，救护车跟另一辆车发生了车祸，那辆车的驾驶员正是喝醉酒的你。妻子还有林小梅一起被送往了医院。林小梅伤势最轻，住院几天就醒了。看到这个烂摊子，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。妻子受伤最重，当场死亡，你也陷入了植物人状态，这便是车祸的真相。我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？就是这种人，存心让人恶心。如果妻子死在了车祸里，刘小梅也变成了干尸，那么我面前的这个女人是谁？我是你的女儿啊！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不对，不，我只比你大几岁而已，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女儿？你终究会想起来的。你觉得那场车祸发生在多久之前？什么？1个月、1年，还是更久以前？最后一篇是6月14日，现在是9月份，3个月之前。错了，是23年前。23年过去了，现在不是你的时代了，懂了吗？你个老东西！笑死我了！那本日期的年份写在封面上，我故意把封面弄得破破烂烂的，你居然就信了，真天真的大侦探先生。还有，你听的音乐是磁带，你看的电影是 DVD 光盘，你看的书都是纸质的，你的手机还是要按键的，对吧？现在那些麻烦，只要这么个小玩意儿就能全搞定。这才是现代的手机，我给你那台不过是提前做了手脚的玩具，只能给我打电话。昏迷了不止3个月，是23年，怎么可能？我才20啊！不对，这是真的，一切都变了。母亲
亲确实死了，但她肚子里的孩子活了下来。在医院的抢救手术台上，我从死去的母亲体内艰难地爬到这人世间。多年后，我回去找过当年当值的医生，他已经白发苍苍，但仍然记得我。他拉着我的手，老泪纵横地告诉我，那是他见过最悲惨的人间惨剧，也是最伟大的生命诞生。从我说的伟大，我从来没有体会过。从我降生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父母，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。他们照顾你这个植物人，却总说是我和母亲害了你，对我动辄拳打脚踢，实在称不上多好。不过我仍然感谢他们，至少他们给了我一口吃的，虽然是剩饭，却让我活了下来；给了我一个住的地方，虽然只是储物间，却让我不至于流浪街头。10几岁的时候，爷爷奶奶陆续去世了，家里已经没什么钱了，只剩下这间房子，我只能辍学打工来照顾你。那个时候我还什么都不知道，只当你是我的父亲。别人上学的时候，我每天必须打14个小时的黑工。我也曾抱怨命运不公，可比起单纯的抱怨，我更想搞明白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什么让我的整个人生如此灰暗？绝告诉我，一切都跟你有关。可爷爷奶奶从来只会打我、骂我，从不肯说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所以我只能自己来找答案了。等到我成年后不久，有了独立行动的资格和权利，我就开始追查当年的事情。说实话，当年那件事闹得挺大，还上了报纸，很容易就查明白了。明白一切之后，我查到了那个刘小梅的住址，策划了一番，把她骗到这里，扔在这间储物室里活活饿死。我觉得这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仁慈了。至于你，自从我明白真相那天起，我就开始每天用不同的方式折磨你。你以为那是偶然，对不对？可惜啊，你大概想不到，你身上的心就伤势无数，只有一小部分是当年车祸造成的，更多的都是我造成的。你折磨你的手段有很多种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变，每天我都会在你脸上换药。那药并不能治好你的脸，只会让你的脸在恢复和溃烂之间不断重复。因为你对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你不要脸我还要。我觉得真正不要脸的人是你才对，所以你不需要拥有完整的脸。但这还不能满足我。从得知真相的那一刻开始，我的生命就只剩一个意义，让你体会绝望。我一直期待着你能从植物人状态中醒过来，因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你是感受不到绝望的。所以我努力工作，查资料，用最好的药、最科学的方法来保持你的健康。那就是我活着的意义。好在5年过去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就在我准备实施复仇计划时，我发现你丧失了所有记忆，这让我大喜过望，对计划进行了不小的修改，让效果变得更好。至于日记、鞋、饭盒包什么的，都是逢场作戏，为了引导你走向最后的结局。哼，这样一来，你就可以体会一下母亲当年的感觉，那种被困在一个婚姻牢笼里，被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亲人背叛的感觉。我总是会想，当年母亲嫁给你时，她是否能预见这段感情会以死亡收场？我看过你的日记，女人都是爱美的，你却连一个痣都不允许母亲点掉。母亲怀孕期间，你竟然买高跟鞋，这种孕期不能穿的鞋，还买错了鞋码。你真的爱她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母亲是真的爱你。难以想象，母亲打出血时打你的电话，而你挂掉时，她的心里是如何绝望。她在那个紧急
急时刻第一反应不是打120，而是找你，是因为他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对你的希望和爱，而你不仅亲手扑灭了这个希望，撕毁了爱，还夺走了他的生命。所以我也给你创造了同样的体验。我猜，在过去几天里，你一定有过希望，比如希望我真的是你的妻子，或者希望地板下面的声音来自他，又或者希望你的孩子还在人世。如果有，那我真的感到很欣慰。这证明我这些日子的忙碌没白费。如果有，好了，时间到了。为什么我还活着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以为我要杀了你吗？难道不是吗？真可爱。如果真想要你的命，我早就动手了。你们男人总是这么直接，可我可没有打算那么快结束这场戏。我刚才不是说过吗？我要扑灭你的所有希望，包括你的孩子或许尚在人世这一条。